只是躯壳，就有如此可怕的力量了吗？楚风觉得他还是低估了眼前的存在。当无法察觉生机时，楚风便只猜测此物是活着还是死了，或者陷入沉睡。但没有想到，他竟只是躯壳，灵魂根本不在。这样来看，他与死了倒是没有差别，但只是肉身就具备如此力量，那本体到底有多么可怕？难怪神鹿说，真正的暗黑妖神是可以轻而易举毁灭一方星域的存在。在楚风看来，肉身已是如此强大的话，灵魂必然更为可怕，二者合一，力量必然难以估算。这个浩瀚修武界的最强力量到底在何层次？面对如此强大的存在，楚风不由陷入感叹。楚风从下界到上界一路走来，成长颇快。若是以现在的实力回到下界，他也是如神一般的存在，哪怕在凡界，他也是极为强大的。只是当他站在这暗黑妖神面前时，他仍觉得自己弱小到了如同尘埃一般的地步。那不仅仅是体型的差距，实际上也是力量的差距。这让楚风意识到，他要走的路还很漫长。现在的他实在是太弱了。小子，你现在实力还不够，待你实力强了，还是想办法封印此物吧。若是让他活过来，不知是福是祸。若是祸端的话，啧，不仅你要死，你所有在乎的人都活不下去。依我看，这圣光天河都要难保。那神鹿说道。而他此话说完，那缠绕楚风的神圣的光芒便开始消散。楚风知道那神鹿是要离开。前辈，请等一下，您到底是何来历？您在我体内又有何目的？前辈，楚风连连追问。其实相比于眼前之物，他对那神鹿更加好奇。只是可惜，楚风却没有再得到回应。前辈，那我下次有难，您可记得出手相助啊？若是我死了，您要是落在坏人手里，可怎么办啊？可不是所有人都像我这么善良的呀。楚风无可奈何之下，只得留下了这句话。虽然依旧没有得到回应，但楚风觉得这些话神鹿应该是听得到的。诸葛元空前辈，您若是知道您所借助的力量是如此可怕的存在，您还会借助他的力量来布置这座大阵吗？楚风再度打量阵眼，不由感慨一声。诸葛元空留下的宝藏是由极为庞大的阵法构建而成，单说进入这宝藏的入口就遍布多地，穿越了几个星域，遍布无数个世界。但根据楚风的推测，无论是哪个入口都能快速的进入此处。可是明明那些入口相隔甚远啊，如此遥远的距离，就算通过远古传送阵也是要耗费不少时间。可如此遥远的距离，在这座大阵的面前竟能在短时间内就到达，由此可见这大阵有多厉害。但实际上不少诸葛元空的阵法厉害，而是这个暗黑妖神厉害。诸葛元空能够布置出如此强大的阵法，乃是借助了暗黑妖神的力量。尽管只是躯壳，但这具暗黑妖神的躯壳的确拥有着不可思议的力量。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诸葛元空的结界之术也很精湛，若不精湛也不可能如此完美的运用这暗黑妖神的力量建下这座大阵。忽然楚风飞跃而下，虽然已经进入阵眼，但楚风之前因为观察那暗黑妖神，所以是在阵眼之外。楚风知道诸葛元空所留下真正的宝藏在这阵眼深处。果不其然，在阵眼深处还有着一个结界屏障。那结界屏障位于暗黑妖神的后方，体积并不大，甚至可以说很小，不过一个寻常房子的大小而已。屏障看着很简单，可楚风的天眼却是看不透。楚风觉得他若没有猜错，那结界屏障之内应该就是藏匿宝藏的地方。楚风还是小看了诸葛元空，他本以为只要进入这阵眼就能得到诸葛元空的宝藏，毕竟进入这阵眼已是如此之难，若没有神鹿帮忙，楚风根本无法进入此处。但实际上进入阵眼只是第一步，若想得到宝藏，还要破开这结界屏障才行。这结界屏障看着简单，实际上非常难以破解，并且楚风已经发现他只有一次机会，成功了自不用多说，但若失败他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面对这个结界屏障，楚风也是不敢大意，而是运用天眼仔细观察。可忽然楚风面色一喜，因为那久久没有动静的天师浮尘此刻终于有了反应。天师浮尘与楚风意识相连，他虽不会说话，但却如同界灵罗盘一般，给予了楚风指示。楚风将天师浮尘自界灵空间内取出，当楚风的结界之力融入天师浮尘，再度释放而出之时，那结界之力已是变成了血红之色。但无庸置疑的是，楚风的结界之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楚风运用天师浮尘的力量，开始布置结界阵法，而这道结界阵法是要超出楚风自身力量的。果然是宝物，不枉费我在他人面前丢人。楚风不由感叹道。楚风毕竟也是爱面子的人，所以之前融合天师浮尘时，导致界灵之术无法使用，从而在龙小小和龙生部面前丢人，这件事楚风也是记着的。但现在来看，一切都值得了，哪怕丢了人，但却得到如此宝物，也是值。在天师浮尘的帮助下，楚风很快便破解了那较为棘手的结界屏障。但结界屏障并未立即散开，而是出现了一道虚影，那是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虽然已是年迈，但却非常的俊朗。楚风好从未见过如此英俊的老者，他并未穿着界灵长袍，而是穿着一袭长衫，那长衫为雪白之色，并且还散发淡淡光芒，将本就俊朗的他衬托得更为神圣。那等架势就是仙人降临啊！不用他人介绍，楚风也是知道，此人必然就是几千年前凌驾于悟道圣尊之上的最强界灵师诸葛元空。晚辈楚风拜见前辈。楚风先是施以一礼，尽管知道诸葛元空早已死去，留下的不过是一座阵法而已，但这座阵法终究不是寻常的阵法，它不仅留有诸葛元空的气息，它也代表着诸葛元空最后的意志。修武一途，危机四伏，老夫不知何日归西。老夫并不怕死，但若是想到老夫死后，这个世界再无老夫一丝痕迹，未免有些可惜。
于是老夫生前布下此阵。没错，当你看到老夫时，老夫多半已经死了。果不其然，当眼前这诸葛圆空开口之后，就立刻暴露出了他不过是一座阵法而已。不过其他代表主人意愿的阵法，还都会故弄玄虚一番。可这诸葛圆空则是没有卖弄玄虚，从一开始就摊了底牌，他已经死了。这里的一切不过是留给有缘人的，并且这诸葛圆空也没有留下太多话，只是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便直入主题。不管你是谁，既能进入此地破我阵法，就说明你有本事，你有资格得到老夫留下的一切。我身后的阵法之内有老夫留下的诸多宝物，并且现在你可以掌控这座阵法，阵眼的力量将你为你所用。但我必须要提醒你一句，此处阵法这不可思议的力量，皆是源于阵眼内那通天的巨物。老夫也不知此物从何而来，究竟为何存在，但此物之力量，怕是要超出你的认知。幸亏它已陷入沉睡，在其沉睡之时，你运用其力量，自然无碍。但若其苏醒，发现你在运用其力量，是何下场，也是无需老夫多言。所以此处阵法可用来传送而用，老夫留下多少，你就用多少。切记不可再借助这通天巨物的力量去做其他事情，否则若将其唤醒，不止你要死，怕是这圣光天河都要因你而遭殃。话罢，诸葛圆空便消失不见。而从他这一番话，楚风也是知道，就连这诸葛圆空也不知道，这暗黑妖神不过是一具躯壳而已。至于楚风，他根本没想着过利用那暗黑妖神的力量。况且这暗黑妖神力量再强，终究只是躯壳，他身上所能被人运用的力量，已被诸葛圆空运用的差不多了。楚风莫说没有这个心思，就算有，也是无处发挥。当诸葛圆空的提示阵法消失之后，楚风便直接踏入那结界之中。可进入结界之后，楚风却立刻傻眼了。这里面气息浓厚，的确曾有着诸多至宝，因为这些气息不会骗人，但那只是曾经有过。现在这里面空空如也，莫说至宝，连根毛都没有。倘若说先前的楚风还欣喜若狂，宛如站在了人生的巅峰，那么现在的他则是一脸迷茫，宛如跌入了人生的谷底。什么情况？辛辛苦苦忙了一场，竟什么都没有？难道说有人捷足先登，将诸葛圆空前辈留下的所有宝物全都拿走了？楚风唯一能够想到的可能就是这个可能，并且这也是最为合理的可能。可忽然，这结界的四周渗透出一股气焰，这股气焰有些诡异，本体为黑色，那黑色正是来自暗黑妖神的力量，但在那黑色气焰的四周却有缠绕着耀眼光芒，那光芒乃是结界之力。这气焰出现之后，便立刻进入了楚风的体内。下一刻，楚风心神震荡，因为他几乎掌握了这座运用暗黑妖神所布下阵法的全部力量，他已经成为了这座观察多个星域、无数上界之强大阵法的掌控者。不对啊，倘若在我之前已有人捷足先登，为何这掌控大阵的力量我还会继承？难道说是在我之前来到此处的人不屑于得到这个继承，所以放弃了？不对，这个继承是强制性的，就算他想拒绝也是不行。莫非只要有人踏入此处，都能掌控这座阵法的力量？楚风不停地思考着，他觉得有些不对劲，但具体是哪里不对劲，他也说不太清楚。可就在下一刻，却又一道声音自那结界四周响起：嘿嘿，想不到竟然真的有人能够破解这座大阵，进入此处。不过可惜了年轻人，老夫未死，并且已经选中了一个继承老夫衣钵的弟子，无可厚非。老夫的所有宝物自然是要留给我之弟子的，所以这里的一切老夫就不能交给你了，已被老夫尽数收回，准备交给老夫的宝贝徒儿。至于这座阵法的力量，就当做是对你的补偿，你依旧可以使用，不过切记不可唤醒那通天巨物，否则后果自负。话到此处，那声音便消失了，没有身影出现，只是出现了这道声音，就好像留下这声音的人非常的匆忙，留下之后便立刻离开了一般。只是听到这个声音之后，楚风不仅面容呆滞，内心更是骇然大惊。这个声音的响起，说明诸葛圆空没有死，这乃是一个好消息。毕竟楚风找诸葛圆空的目的并非是宝藏，最主要是进入卧龙武宗的方法。就算诸葛圆空留下了宝藏，可他也未必会将进入卧龙武宗的方法留下来。简单的说，就算楚风得到宝藏，但得知进入卧龙武宗方法的可能仍是微乎其微。但假如他没有死，那可就不一样了。若能找到诸葛圆空本尊，必然就可以知道进入卧龙武宗的方法。而最令楚风难以平静的是，这刚刚出现的声音虽也是阵法，是提前留下的，并且它代表的也是诸葛圆空，但这个声音与之前出现的声音却并不相同。这个后来出现的声音，楚风竟然非常的熟悉，这是楚风一个熟悉之人的声音，那声音好像是牛鼻子老道的声音。天哪，该不会说牛鼻子前辈就是诸葛圆空吧？尽管很是难以置信，但楚风心中仍是涌现出了这个想法。就在楚风有所怀疑之时，这结界的四周竟又有声音响起：对了，不管你是谁，都不可将老夫还活着之事传出去，这是对你的考验。若是保守秘密，老夫日后必有奖赏；若胆敢传出去，老夫必不轻饶。这句话响起之后，就再也没有声音传出，但楚风却是激动不已，甚至兴奋的都快要跳了起来。如果说先前的楚风还不能确定的话，那么现在的楚风几乎可以确定，这个声音的主人就是牛鼻子老道。牛鼻子老道可能太过急切，也可能是比较随意，他后来用阵法留下的声音就是牛鼻子老道现在的声音。原来牛鼻子前辈就是诸葛圆空前辈，难怪他老人家竟掌握着如此深奥的结界阵法，就连融合天赐神力的方法都知道。只是牛鼻子前辈，您既然还活着，为何不用诸葛圆空示人，而是要改头换面呢？难道说是怕那悟道圣尊赶尽杀绝？楚风欣喜之余，却也有了一些不解。
不解的就是牛鼻子老道为何要隐藏自己还活着这件事。而楚风想到的最大可能就是与悟道圣尊有关。毕竟于婷与楚风说过，诸葛元尊当年与悟道圣尊本就有着过节。不管了，先找到牛鼻子前辈。只是牛鼻子前辈会在何地呢？楚风很想尽快找到牛鼻子老道，询问他进入卧龙武宗的方法。只是楚风当初与牛鼻子老道分别的时候，牛鼻子老道却告诉楚风不要去找他，就算找也找不到他。待的时机到了，他自然会找楚风。不管了，先带众人离开此地吧。楚风此话说完，意念一动，他便离开此地。当楚风再度出现之时，已是回到了众人居住之所。本来众人还在沉浸在楚风的强大之中，可忽然间楚风凭空出现，这让所有人都是一惊。楚风大人，您这么快就回来了？怎么样，可找到了离开的方法？见到楚风，众人大喜，赶忙上前询问。当初他们对楚风可都是称作少侠或者小友，但现在大部分人已是不敢如此。见到楚风的强大后，他们大多数人都以大人相称，对楚风十分敬畏。诸位，我时间有限，不能将你们一一送离，只能开启一座结界传送门，你们先离开此地，然后再通过外面的远古传送阵回到你们的故土吧。楚风说话之间，身上散发出黑色气焰，随后只见楚风对着虚空一指，便有一道暗黑色的结界门浮现。楚风大人，那是。看到那结界门，众人激动不已，但同时又有些紧张。在此成长的人还好，但是如金鹤真仙和布衣老僧以及赵老头这些从外面进入此地的人，他们都认得这个传送门，那正是让他们进入此地的传送门，但那也是让他们被困在此地的传送门。看到这个传送门，他们的情绪异常复杂。这个传送门不仅可以离开此地，还通往安全的地方，你们踏入其中就能离开此地。切记，离开之后就莫要再回来了。若是我不在这里的话，就不能将你们带出去了。楚风对众人说道。虽然楚风掌管了此处的力量，但其实楚风掌管的力量也很有限，有很多事情楚风是做不到的。比如此地的阵法贯穿多个星域，覆盖无数个上界，在有的地方只是一道结界门，但有的地方则是一座结界，甚至暗藏无数个小的阵法，都是与此地的大阵相连的。但楚风如今对这座磅礴的大阵还并非太过了解，甚至就算张开结界门，每一次只能张开一道结界门，不能同时张开。就算想去何地，楚风也要精心寻找相对应的结界门，这是楚风不能将那些人分别送回到他们来到此地之前位置的原因。简单的说，就是太耗时，并且此处的结界巨兽虽然听从楚风调遣，但楚风却不能将他们除掉。还有就是楚风只有身在此地才能调遣那些结界巨兽，所以楚风若是离开此地，此地还是非常危险的。这也是楚风叫他们不要再回来的原因。多谢楚风大人，楚风大人简直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此时众人十分激动，但他们却并未直接离开，而是对楚风施以大礼，尤其是老一辈的一些人更是向楚风跪了下来，甚至有人激动地哭了出来。对于他们而言，楚风能够让他们离开此地，此等恩惠简直如同让他们再生。诸位前辈都起来吧，离开此地去与家人相会，至于咱们有缘自会再相会。楚风说道。听闻楚风此话后，众人也是纷纷起身，再度对楚风抱拳施礼后，便纷纷跃身而去，进入了那结界大门之中。楚风小友，你若早点进来，我们也就不必被困在这里这么久了。然而在大部分人排着队离开的时候，金鹤真仙和布衣老僧却不急着离开，而是走到楚风近前。这两位毕竟是看着楚风成长的过一段时间的人，当初看好归看好，但当他们亲眼看到楚风如今的成长后，仍是引以为傲。虽说他们与楚风并无血缘关系，但他们也依旧因楚风而感到自豪。前辈，您还记得赵红吗？楚风对布衣老僧问道。赵红是那个妖女，老夫自然记得。她后来杀性消除，虽没有恢复记忆，但却恢复了正常人的意识。不是还与你做了好友吗？虽失去前世记忆，但她天赋依旧过人，也是个妖孽啊。布衣老僧说道。赵红如今记忆恢复，回到了轮回上界，只是她现在需要那颗轮回珠。楚风说道。可是这颗……布衣老僧说话间，赶忙从乾坤袋内取出了那颗轮回珠。前辈，正是这颗。看到这颗轮回珠，楚风也是不由回想起当初在百炼凡界的日子，那时的他的确太弱小了。布衣老僧对他来说都是神秘莫测，宛如山峰一般的存在。那时的他也想不到他会在短时间内就有现在的修为。一时之间，楚风内心也是感慨万千。楚风小友，可知赵红现在何处？布衣老僧问道。知道。楚风说道。既然如此，那你就帮老夫将这颗轮回珠物归原主吧。布衣老僧将那颗轮回珠递给楚风，而楚风自然也是收下。随后金鹤真仙便与布衣老僧也是准备离开。经过一番闲聊，楚风也是知道他们两个要一同回到大千上界。说来也巧，此处的大阵竟可以直接通往大千上界，于是楚风特意重新开启了一道通往大千上界的结界门，将他们直接送回了大千上界。将金鹤真仙与布衣老僧送走之后，楚风便将这道结界门关闭，重新开启了一道结界门，而新的结界门则是通往诸葛元空住所的。楚风是要去找于婷，向于婷报个平安，而幸运的是于婷并未离开，而是在想办法救楚风。当楚风告知于婷自己的经历，尤其是楚风告诉于婷诸葛元空还没有死，并且楚风还认识诸葛元空的时候，于婷更是欣喜若狂。先不说诸葛元空知道进入卧龙武宗的方法，毕竟对于于婷来说，诸葛元空也是恩人，恩人还活着，对他而言自然是值得开心的事。而后楚风又回到了这大阵之中，因为楚风只有在这座大阵之内才能开启通往其他地方的结界门。楚风现在已经有了目的地，他要前往轮回上界。首先
他先要将轮回珠交给赵红，其次，楚风还想去找一下袁术的师尊汤臣大师。汤臣大师毕竟是牛鼻子老道的好友，也许他知道牛鼻子老道的下落。虽说楚风一直未曾见到过汤臣大师，但是总归还是要碰一碰运气。碰巧的是，这座大阵偏偏有一道结界门，是通往轮回上界的。也许这是牛鼻子老道故意为之，毕竟他知道汤臣大师在轮回上界。其实牛鼻子老道是为了方便自己，否则也不可能在大千上界也留下一个结界入口。不过虽然掌握了此处的力量，大概知道了此处的阵法都可以通往河的，但是想要开启结界门也并非随心所欲。首先楚风要从众多结界门之中找到那个相应的结界门才能开启。眼下楚风正在搜索着通往轮回上界的结界门，可是找着，楚风却是神色一动。他虽还未找到通往轮回上界的结界门，但却在其中一道结界门内发现了熟悉的身影。牛鼻子老道布置的这座大阵极为厉害，首先贯穿多个星域、无数世界，但却都能够在短时间内进行往返。可以说这座大阵是一座传送速度胜过远古传送阵数倍的传送阵。唯一的缺点就是它虽覆盖了多个世界，但终究数量有限，不是任何地方都能到达。但拥有如此恐怖的速度已是非常了不起，甚至不可思议。而能够做到这一点，不仅仅是牛鼻子老道阵法布置的精妙，最主要的是依托着一个强大的力量来源，那来源就是暗黑妖神的躯壳。神路曾说过，暗黑妖神掌握着空间之力，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赋予这座阵法超越传送阵数倍的力量吧。当然，就算传送也不能任意传送，必须先到主阵，然后在主阵之内开启通往其他地方的结界门，才能进入其他地方。眼下楚风所在的地方便是主阵，而遍布其他各地的结界门，有的只是一座隐藏的结界门，而有的这是藏在遗迹之中。那些遗迹也都是诸葛圆空留下的手笔，而这阵法太厉害，也太不可思议，所以想要掌控也是很不容易。楚风虽掌控阵法力量，但却并未完全掌握，所以楚风还不能做到随心所欲地使用此处的力量。就比如传送，想从遍布世界各地的结界门之中挑选出自己想要的那个，也需要慢慢寻找。楚风本想寻找进入轮回上界的那道结界门，可在搜索之时，却在另外一道结界门，那道结界门连接着一座遗迹，而在那遗迹之内，楚风发现了龙小小等人的身影。不仅仅是龙小小，还有龙生部、龙南巡以及瑞云长老都在。至于那两位天才界灵师陈光和岳阳倒是不在，因为楚风掌控了主阵，而那座遗迹的力量也依托于主阵，有着绝对的联系，所以尽管那座遗迹距离楚风极为遥远，可也能感受到那座遗迹内的一切。那整个遗迹之内都感受不到陈光和岳阳的气息，他们两个可能死了，也可能根本没有进入那座遗迹，但这都不是楚风关注的重点。重点是此时龙小小等人已经进入了那座遗迹的最深处。楚风虽然早就知道龙小小他当日找自己帮忙就是为了破解结界阵法，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要破解的阵法竟然是牛鼻子留下的遗迹。当然他们可不认识牛鼻子，他们只知道诸葛圆空。眼下他们已经进入遗迹深处，并且看上去并无危险。而楚风之所以觉得他们情况不妙，那是因为另外一个身影，那是一名女子。此女中年，模样外貌端庄，气质不凡，是那种气场极强的女子。此时这名女子体内掌握着极为强大的力量，那是那座遗迹内的力量。简单的说，那名女子已经掌握了那座遗迹。若只是如此，倒也不至于让楚风感到担心。毕竟破解遗迹之时，若能掌握其中主阵力量，那界灵师多半会去掌握。可是楚风能够感觉到，那名女子正在运用那遗迹力量催动一座大阵攻击大阵，那攻击大阵威力极强。可那遗迹之内明明没有敌人，他为何要布置如此阵法？楚风能够想象到的可能只有一种，那就是这名女子很可能要对龙小小他们不利。于婷姑娘，你在此等我一下，我去就来。楚风对于婷说完此话，便开启了一道可以通往那座遗迹的结界门，紧接着便踏入了其中。楚风虽然掌控了大阵的力量，可却并未完全掌控。他现在想要帮助龙小小他们，就必须进入那座遗迹之中，才能催动遗迹内的力量。可是尽管暗黑妖神力量强大，哪怕距离遥远，也能在短时间内到达，可也终究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所以楚风必须现在前往那座遗迹，否则若是时间晚了，可能救不了龙小小他们了。那名掌控了遗迹内主阵力量的高贵女子，乃是大名鼎鼎的洞察天师。这洞察天师不仅掌握着预言之法，同时她还是一位领悟了龙变第4重的圣袍界灵师。龙变第4重，那可是堪比8品至尊的力量。但洞察天师不仅界灵之术强横，修武方面他也是极为利奥的。他乃是9品至尊，一位至尊巅峰的强者。目前为止，他也是悟道圣尊手底下最厉害的弟子。至于龙小小他们，请来洞察天师这等厉害的界灵师，为的是一样东西，那是对他们龙氏族人而言极为有用的至宝，尤其对于小辈而言会有着极大的帮助。不过这件至宝的主人却并非龙氏，而是诸葛圆空。他们寻找这件至宝很久了，好不容易才寻找到了，只是可惜他们费尽周折，破开重重难关，来到此地，却发现这里空空如也。这座大殿的最中心有着一个结界台，那结界台非常精致，那上面还残留着那件至宝的气息，只是那件至宝却早已不见了，说明很有可能已经被人取走。这让龙小小等人十分低落，但他们却并未彻底放弃，因为洞察天师告诉他们，那件至宝可能没有被人取走，而是被诸葛圆空用特殊的阵法隐藏了起来。现在他正在布置阵法破解那座隐藏大阵，若是阵法破开，也许能够找到那件龙氏至宝。龙小小他们
现在只能指望洞察天师，所以他们都是站在原地，甚至连声音都不敢发出，生怕影响了正在布阵的洞察天师。可忽然之间，一道暗黑色的结界门浮现在了这座大殿之中。那暗黑色的结界门极为诡异，它不仅凭空而现，并且还散发着极其危险的气息。最可怕的是，当那道结界门出现之后，一股强大的吸力也是从那结界门内涌现，瞬间笼罩了在场的所有人，欲要将他们所有人吸入其中。这是什么？看到这道结界门，龙小小等人也是被吓得脸色大变。他们进入这座诸葛圆空留下的遗迹，一路走来，遇到了不少难关，但没有一道难关会带给他们此时的压迫感。此时的这种感觉，就好像被吸入其中，必死无疑。忽然，一个金色的大钟出现，将那结界门覆盖。那金色大钟上面刻着38条金龙，此时金钟发出龙吼，而那38条金龙更是自大钟之上飞掠而出，一边发出龙吼，一边围绕着金色大钟快速飞舞。尽管那金色大钟仍是剧烈摇晃，可终究还是封锁住了那黑色结界门。而这金色大钟乃是龙生部所催动的一件宝物。不，爷爷，那是什么东西？龙小小紧张地问道。尽管龙生部运用宝物封锁住了那结界门，但他仍是非常担心，毕竟那黑色结界门所散发的气息是他从未感受到过的。就连龙南巡和瑞云长老也同样是十分担心，不知道，但此物非常危险。就连龙生部也是眉头紧皱，于是他看向那正在布阵的洞察天师。洞察天师还要多久才能破开那隐藏阵法？此地太诡异了，我们必须抓紧时间。他是着急了，他害怕继续下去会有更可怕的事情发生，所以想尽快离开此地。已经成了。洞察天师说话之间便睁开了眼眸，随后他双掌张开，对着虚空一轰，刹那间鬼哭狼嚎，一座极为磅礴的阵法在其头顶旋转凝聚。看着那阵法，龙小小等人目光又是一紧。那阵法与寻常的阵法不太相同，这阵法的力量极为强大，但诡异就诡异在那阵法之中也有暗黑气焰涌动，而那暗黑气焰与那被金色大钟封锁住的恐怖结界门一模一样。不过因为急着离开此地，所以龙小小等人也是没有去想太多。洞察天师，快找到那件三龙盘魂锁！龙生部催促道。好。洞察天师诡异一笑，随后手掌对着龙生部一指，那鬼哭狼嚎的强大阵法便向龙生部压迫而去。眼见不妙，龙生部便想要躲闪，但为时已晚，那阵法已是落在了他的头顶之上。阵法笼罩于他，一股强大的力量便从阵法释放而出，那是一种威力极强的攻杀力量。还好龙生部自身实力够强，能够运用自己的力量勉强抵挡，否则若是换作旁人，哪怕是那瑞云长老，此时都要被那阵法的力量抹杀。不愧是龙生部，只差一点就能踏入武尊境的人，我这阵法居然难以杀你，不过可惜你不敢如此执着。洞察天师说道。洞察天师，你这是何意？此时莫说龙生部，瑞云长老也是一脸怒容的质问起来。事已至此，所有人都能看得出来洞察天师的居心叵测。我是何意？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龙瑞云，你我不过是几面之缘，你以为你凭什么能将我请到此处，帮你破解诸葛圆空留下的遗迹？乃是有人找我买你们性命，所以我才将计就计，答应帮你。只是没有想到这龙生部竟如此愚忠，一直跟着这小小公主。我本以为我的计划将要落空，不曾想你们带我来到的这座诸葛圆空留下的遗迹之中，竟蕴藏着如此力量，这可真是天助我也！就连老天爷都要让你们死在这里。洞察天师说道。你这臭婊子，我杀了你！听到这里，瑞云长老怒吼一声，便释放出至尊巅峰的武力，向那洞察天师攻了过去。事已至此，他没有任何余地。这一击不仅运用了兵器的力量扮成尊兵的力量，更是使用了杀招。他很清楚洞察天师杀意已决，并且掌握了遗迹内的力量。他现在若不将洞察天师杀死，那他们今日都要死在这里。然而只见洞察天师手臂一挥，那掺杂着暗黑气焰的阵法力量便自其袖中释放而出。那阵法力量排山倒海，势不可挡，不仅轻而易举的就将瑞云长老的攻势化解，更是将瑞云长老掀翻在地。只是一击，瑞云长老就已是倒地不起，难以动弹，半条命都被那洞察天师取走。我知道你想杀的人是我，放过他们，我的命你取走。此时龙小小开口了，可是听闻此话，那洞察天师却是忽然笑了。小小公主，你当我傻吗？明明你们我都可以杀，我却不杀，反而要留下活口，放虎归山。洞察天师看向龙小小的目光之中充满了讽刺的意味。见此情形，龙小小也是眉头皱起，这才凝声问道：找你来杀我的可是龙木木和他的母亲？小小公主是聪明人，如今在龙氏之中，你得罪了谁，你自己还不清楚吗？何必多此一问？洞察天师虽然没有直接回答，但却也是间接的给予了龙小小答案。那找到洞察天师来杀他们的人，正是他同父异母的姐姐龙木木，果然是他。此时龙小小的眼中涌现出不甘之色，他很愤怒，但却更不甘，因为这场斗争至此，说明他已经彻底败了。洞察天师，你可知道小小公主是何身份？她可是龙氏族长之女，你敢动她，就算你师尊悟道圣尊，也保不了你。猛然间，一声怒吼响起，是龙生部。龙生部此时不仅满面怒容，更是杀气腾腾。若不是被那阵法压制，使其无法脱身，他此刻必然要杀掉这洞察天师不可。龙生部，你说的对，小小公主原本是尊贵之身，只是可惜她母亲犯下大错，否则我也不敢取她性命。但龙氏族内就是如此，失势者便等于失去一切。就算龙小小死了，龙氏族长也不会严查，甚至龙小小因何而死，他也是心知肚明。这就是龙氏残酷的家族，更何况你们今日死在此地，也不会有人得知。那两个小鬼
可都是能够作证的，他们可以作证，我根本就没有来到此地，所以就算你们死了，也绝对和我无关。洞察天师的嘴角掀起利奥得意的笑容，原来你是故意的。此时，龙小小等人恍然大悟，本来最初的时候，他们就约好一同来到此地，但是来到此地之后，却并未见到洞察天师，反而收到一封信函，那是洞察天师送来的信函，而信函之上说明洞察天师有事，不能来此了。这封信函，晨光和岳阳以及另外2位3重龙变的界灵师也都是亲眼看到的。可是因为急着得到此处的3龙盘魂锁，龙小小他们也没有拖延，而是选择直接进入遗迹。只是遗迹走了没有多久，晨光和岳阳便受到阵法攻击，而无法继续前行，不得不提前离开这座遗迹，回去养伤了。可就当他们离开之后，洞察天师便突然赶到，并且力助众人破解难关。所以龙小小等人不仅没有计较洞察天师之前的爽约，反而感激洞察天师的及时到来。只是后面又有意外发生，洞察天师与另外2名领悟了龙变3重的界灵师前去破解阵法，可是回来的时候却只有洞察天师一人。洞察天师是说，破解阵法途中遭遇了不测，那2位界灵师都遭遇了不幸。当时众人对洞察天师的话深信不疑，倒是没有太多怀疑。但是现在想想，这一切都是洞察天师故意为之，甚至晨光和岳阳遭遇不测，很可能也是洞察天师的手段，就是想让他们2个活着出去，从而来证明洞察天师不曾来过这座遗迹。毕竟洞察天师是在那2个小辈离开之后才来到这里的。至于另外2名界灵师的死，自然也是洞察天师的手笔。洞察天师，你在圣光天河拥有赫赫威名，受亿万人敬仰，你怎能如此卑鄙下作，竟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做出如此丧尽天良之事？那2位大师与你不也是相识多年的好友吗？你竟然连他们都要杀害！龙生部忍不住怒骂起来，哼，你们龙氏更是威名赫赫，还不是为了在各自利益，不惜自相残杀？别忘了，今日花高价来买你们性命的，正是你们龙氏族人。修武者皆是为了一个利字，你们有何资格说我？更何况你们还是我手下的亡魂，败者没有资格斥责胜者。洞察天师说话之间，释放出着阵法，向龙小小等人攻击而去。那结界阵法威势滔天，势不可挡。见此情形，龙小小都是不甘闭上了眼睛。他本以为他必死无疑，所以做好了受死的准备。只是那杀气虽然席卷而来，可是那恐怖的阵法却并没有如期落在他们的身上。那阵法不仅没有落下，反而是阵阵诡异的声音在其周身咆哮。不解之际，龙小小也是睁开眼睛，这才发现在他们的身前出现了一道更为磅礴的结界阵法。那结界阵法与洞察天师所释放的这番力量非常的相似，都掺杂着可怕的暗黑气焰，威势恐怖而强横。但唯一不同的是，此时挡住了洞察天师攻势的阵法气势更强。只是好端端的，为何会有这样的阵法出现，挡住洞察天师的攻势呢？正在众人不解之际，一道声音忽然响起：龙前辈，您这件宝物挡住我的路了。那声音来自那金色的大钟，而就在那声音响起之后，那金色的大钟便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冲飞开来。当那金色大钟飞起之后，不仅那恐怖的暗黑色结界门再度浮现，更是有着一道身影浮现在了众人的面前。而此人正是楚风。楚风看到楚风，无一例外，所有人都是满面的震惊。他们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楚风会突然出现在了这里。是你做的？倒是洞察天师先开口了，他不认得楚风，这是他与楚风的第一次见面，但他能够察觉到那挡住了他攻势的强大的阵法力量来自于楚风，是楚风做的。而听闻洞察天师的话后，龙小小等人才反应过来，可反应过来之后，他们却更加的难以置信了。虽然见到楚风，他们很是意外，但却没有将那挡住洞察天师攻势的力量联想到是楚风所为。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洞察天师，听说你会预言之法，经常为他人预言未来之事，那你可有预言过你自己的命运？你可知道你今日将会失败于此？楚风笑眯眯地看着洞察天师，一个小鬼也想坏我好事？洞察天师目露凶狠，随后只见其双臂张开，随后对着楚风一推，自其体内便释放出更为磅礴的结界阵法。那结界阵法力量没有具体的形态，可却极为恐怖，翻江倒海，如同滔天巨浪，以抹杀一切之威势向楚风压迫而去。只是那强大的阵法力量还未靠近楚风，便忽然不动了，就如同石化一般定格在了半空之上。这一次楚风可并没有释放出阵法力量来进行抵挡，所以龙小小等人还以为是洞察天师自己停手了。可是下一刻，那已经释放出的阵法力量竟突然动了，只是动了之后的阵法力量并没有继续向楚风压迫而去，反而是调转方向向洞察天师反攻而去。眼见不妙，洞察天师赶忙斩断了与那阵法的联系，并且倒飞而去，这才躲过了攻势。怎么会这样？而看到这样一幕，龙小小等人则是更加不解了，为何好端端的洞察天师会用自己释放的阵法会攻击他自己呢？这不合常理。不解之际，他们分别看向洞察天师和楚风，这才发现洞察天师此刻一脸的慌乱，早已没了之前的气定神闲，而再看楚风却是淡定自若。最主要的是，楚风的脸上充满了自信，那种自信是一种舍我其谁、运筹帷幄、掌握了一切的自信。难道说真的是楚风做的？就当龙小小等人刚刚产生出这个想法的时候，那洞察天师则是忽然开口了：你到底是什么人，竟掌握了这整个遗迹的力量？还有你身后的结界门又是怎么回事？洞察天师凝声问道。如果说先前的他还有一些轻视楚风的话，那么现在的他则是开始恐惧。他明明已经掌握了这整个遗迹内的阵法力量，可是当遇到楚风之后，此处的阵法力量竟不受他所控制，反而被楚风所控制。他意识到楚风所掌握的阵法力量完全在自己之上，他已经失去了对这座遗迹的掌控权。
对于洞察天师的问题，楚风则是微微一笑：修武世界，圣王败寇，败者没资格问那么多。楚风此话说完，便看向了龙生部头顶之上的攻杀阵法。只是这一眼看下去，那压在龙生部头顶之上的阵法忽然开始移动，并且很快便来到了那洞察天师的头顶之上，并且这座由洞察天师布置的攻杀大阵开始向洞察天师发动了攻势。洞察天师的修为明显不如龙生部，尽管他也抵挡住了那阵法的攻势，可他却单膝跪的，面容扭曲，难以支撑。小小公主，龙前辈，此人对你们不利，如何处置就交给你们了。楚风说道。楚风小友，谢了。龙生部对楚风抱了抱拳，随后便准备对那洞察天师动手。可突然之间，那洞察天师竟然暴体而亡。这暴体而亡毫无预兆，并且还让楚风眉头皱起，因为他知道洞察天师的暴体并非阵法力量所致，而是他自己做的。原来你叫楚风，我记住你了，今日的账我早晚向你讨回。下一刻，洞察天师的声音竟然响起，回荡于这座大殿之内。见状，楚风赶忙运用阵法的力量，在这一记之内寻找洞察天师的身影，但却发现根本就找不到。怎么回事？他没有死吗？居然让他逃了。此时龙小小和龙南巡都是一脸不解，他们本以为洞察天师已经死了，但是听到洞察天师的话后，很明显洞察天师并没有死，应该是在自己身上早就布置好了转移阵法。眼见大事不妙，便催动了那阵法，逃离了此处。他应该早就想到了今日对付你们有可能会失败，所以才留下了这一后手。不过能够从这一计内逃离，他身上的转移阵法也是很不简单。楚风说道。当然不简单，若是寻常的转移阵法，以楚风所掌握的力量，绝对不会让他得逞。可那洞察天师先前逃走之时，楚风却无可奈何，这足以说明洞察天师身上的阵法有多厉害。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总有一日要让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付出代价，我会让他知道他站错了边。龙小小咬牙切齿地说道。但龙小小也知道，如今在龙氏族内，他母亲已经失势，而他如今尚还弱小，没有绝对的证据之前，他就算告诉他父亲这件事情，他父亲也不会管，搞不好还会判他一个诬告的罪名。毕竟今日能够证明洞察天师想杀死他们的人都是他们的自己人，这些人就算作证也不会被他的父亲所相信，所以他还需要人，只有待他日后得势之后，他的父亲才能为他做主。对了，小恩公，你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这么厉害，竟然掌握了这么厉害的阵法？还有，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啊？难道你早就知道我们要来到此处，所以提前来保护我了？但是我明明什么都没有跟你说啊！龙小小蹦蹦跳跳的来到楚风近前，问出了一大串的问题，而其实他所问的也是其他人都想问的问题。小小公主，其实我能出现在这完全是偶然。当日分别之后，我便因另外一位朋友之邀，前往了一座遗迹，那是诸葛元空前辈的遗迹。在那遗迹内，我掌握了主阵阵法的力量，并且还发现有另外一座遗迹与那一座遗迹是相互连接的。因为那座遗迹之内的宝物不见了，我便猜想很可能是被转移到了这座遗迹之内，于是便张开传送结界来到了此处。不曾想在这里遇到了你们，也许这就是命运吧，命中注定我们还会再见。楚风说这话的时候也是感慨万千，但楚风他却并未说实话，因为牛鼻子老道留下的这座大阵太过利奥的，那暗黑妖神的躯壳更是无价之宝。楚风不想暴露太多，尤其是不想暴露给龙氏这种庞然大物。虽然龙小小也算救过楚风的命，可楚风对他们还并不信任，更何况龙小小这个丫头看着天真无邪，实则心机颇深。对于这个丫头，楚风还是有防范之心的。两个遗迹相连嘛，那么另外一个遗迹是在何地，又是何模样啊？我想去看看。龙小小说话间便走向了那道结界门，只是走着走着，他忽然犹豫了。尽管在楚风的掌控下，那道结界门的吸力已经消失，可是那危险的气息却尚未减弱，因此龙小小仍对其感到畏惧。小小公主，你可千万不要进去，你并未掌握阵法力量，若是进去还未到达那座遗迹，就会被这结界的力量撕成粉碎。楚风其实是在吓唬龙小小，他当然不能让龙小小进入主阵之中，而偏偏龙小小也真的被楚风吓住了，所以不仅没有再度深入，反而赶忙退了回来。诸葛元空还真是厉害，活了这么大还第一次看到这么危险的气息，这应该不是寻常的结界阵法吧？龙小小对楚风问道。的确不是寻常的结界阵法，只是到底是何等力量我也不清楚。诸葛元空前辈的手段太高深，我虽掌握了阵法力量，但也只是掌握一部分而已。楚风说道。毕竟诸葛元空曾是我圣光天河的最强界灵师，他能有如此手段，老夫倒是一点也不惊讶，因为他本就是最强。说来也是可惜，当初若不是被朋友所害，他也不可能败给悟道圣尊，若不是当日败了，他也不会含恨自尽。忽然龙生不感叹道，他只是无心一说，可是这一句话却刺入了楚风心中。朋友所害，只是这简单的几个字，就让楚风意识到当年之事并不简单。龙前辈，诸葛元空前辈不是不敌悟道圣尊而自杀的吗？您怎说是被朋友所害？难道此事另有隐情？楚风忍不住追问起来，只是道听途说，不能确定，不过的确有这种说法。龙生不说道。龙前辈，晚辈也修炼界灵之术，对诸葛元空前辈极为敬仰。虽然他已死去多年，但晚辈对于他的事仍是非常好奇，不知龙前辈能否告知晚辈当年究竟是怎么回事？楚风再度追问道。楚风小友既如此好奇，老夫与你说说也无妨，不过只是传闻与猜测，你可莫要当真。你可知司马相图？龙生不问道。晚辈不知。楚风摇了摇头。诸葛元空有一个好友
也是一位戒灵大师，名为司马相图。他们两个乃是小辈之时便相识的好友，更是一同得到了远古传承，所以才修得一身过人的结界之术。原本他们二人的结界之术不相上下，都被誉为是圣光天河最强的戒灵师，只是诸葛圆空却提前一步掌握了龙变第5重的力量，至此成为圣光天河公认的最强戒灵师。但对于此事，司马相图也并未介意，毕竟他们关系本就极好。可司马相图的戒灵之术却自那之后停滞不前，始终保持在龙变第4重，就连悟道圣尊也超越了他。原本悟道圣尊与诸葛圆空一战不关司马相图之事，可毕竟他们二人关系极好，所以当诸葛圆空败给悟道圣尊，并且因此死去之后，所有人都觉得作为诸葛圆空还有的司马相图会为诸葛圆空报仇。但司马相图不仅没有报仇，反而将诸葛圆空留下的所有宝物全部卷走，并给从那日之后，司马相图便消失不见，再也没有出现过。之后还有人说，在诸葛圆空与悟道圣尊大战开始之前，司马相图亲手为诸葛圆空熬制了一碗特制的戒灵仙汤，再加上当日一战，原本是诸葛圆空占尽上风，压得悟道圣尊没有还手之力。可是渐渐的，诸葛圆空力量开始减弱，这才被悟道圣尊反败为胜。所以便有人说是司马相图嫉妒诸葛圆空在那特制的戒灵仙汤内下了毒，所以诸葛圆空才会无缘无故的力量变弱，败给悟道圣尊。当然这只是大家的猜测罢了，没有任何证据。龙生部说道：不爷爷，你之前与我说的时候可不是这样说的，您可是非常确定的说诸葛圆空前辈当日败得很蹊跷，多半就是那司马相图动了手脚。突然龙小小开口说道：当日我就在场，诸葛圆空原本占尽先机，从一开始就压制了悟道圣尊，所以当日那一战输的的确有些蹊跷。不过武者世界只以结果定事实，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谁也不好乱说。更何况诸葛圆空自己都没有说什么，反而承认自己败了，并且他人已经不在了，我们就算怀疑又能说什么呢？龙生不说这话的时候是有些无奈的，看得出来他心中是有顾忌的，所以才不敢以确定的口吻来与楚风讲述。而他顾忌的很可能就是那悟道圣尊了。但楚风能够理解他，毕竟悟道圣尊乃是当今圣光天河最强戒灵师，各方势力都要与其合作，莫说龙氏，就连圣光一族可能都需要他来帮忙。这种存在谁愿意得罪呢？不过楚风倒也不急，毕竟他很清楚诸葛圆空并没有死，而是改头换面，成为了如今的牛鼻子老道。只要见到牛鼻子老道当年的真相，楚风自然就会了解。对了，楚风小友，你既然是从另外一座遗迹来到此处，那不知另一座遗迹是在何处呢？老夫并没有恶意，其实老夫对诸葛圆空也是十分敬仰，如今再也见不到他了，倒是想能去他所留下的遗迹拜访拜访。忽然龙生部对楚风问道：抱歉前辈，那遗迹也是有朋友托我帮忙才踏入其中的，所以能否告知你们，我还要回头问问我那位朋友。楚风说道：没关系的，楚风小友，老夫也只是好奇的问一下。龙生部淡淡的笑道，他没有难为楚风的意思，就连那之前很看不起楚风的龙南巡和龙瑞云也没有难为楚风的意思，相反，他们如今看楚风的目光都发生了变化，并且在龙小小他们与楚风简单交谈之后，那瑞云长老也是走上前来，对楚风施以一礼：楚风少侠，今日真是多谢你了，今日若不是你，我便酿成大祸，之前多有得罪，还请楚风少侠多多担待，莫要怪罪。那瑞云长老对楚风说完此话，便扑通一声跪在了龙小小面前：公主殿下，属下罪该万死。他为何跪下？自然是因为洞察天师，毕竟洞察天师是他邀请而来。不过他刚刚跪下，便被一股力量搀扶而起。是龙生部，瑞云长老，今日之事怪不得你，他们想对付小小，迟早会出手，你请不请洞察天师，他们都会出手。龙生部说道：瑞云长老，的确不怪你，相反，你与龙南巡这份忠心，我龙小小看在眼里。你放心，我龙小小绝对不会就这样结束这一切，我不会认命的。我母亲失去的，我会帮她夺回来。总有一日，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那个时候，你与龙南巡也必定会因你们的忠心而得到回报。龙小小对瑞云长老说道。之后，楚风又与龙小小等人闲聊了一下。楚风已经得知了龙小小他们来此，乃是为了那三龙盘魂锁，也知道那三龙盘魂锁不见了，很有可能被人捷足先登。龙小小甚至还问楚风能否运用阵法力量，看一看那三魂盘魂锁是否被诸葛圆空隐藏了起来。而楚风根本没事，就给了龙小小答案：此处根本就没有三龙盘魂锁。至于去了哪里，楚风并没有告诉他们，但楚风心中却早有猜测。楚风觉得，既然主阵之内的所有宝物都被牛鼻子老道收走了，那么此处的宝物自然也是被牛鼻子老道收走了。有可能是害怕洞察天师失败之后去找帮手，所以简短的聊了一会之后，龙小小等人便决定离开。至于楚风，则是通过结界门返回到了主阵之中。在与于婷会合之后，楚风在主阵之中重新寻找通往轮回上界的结界门，而后便前往了轮回上界。但楚风不知道的是，龙小小等人虽然与楚风分别，但他们却仍在讨论着今日之事。此时，一座浮空战车在空中快速前行，而那战车之上的宫殿内，龙小小等人皆在其中。尽管刚刚经历了那等凶险，但此时的他们却早已恢复平静，如往常一样，脸上没有一丝后怕。小小，你可知道那楚风到底是何来历？他好像也只是一个小辈吧？怎么可能掌控阵法力量，并且他所掌握的阵法力量还在洞察天师之上？难不成他的戒灵之术比洞察天师还要厉害吗？龙南巡十分好奇地问道。龙南巡，你到底想说什么？龙小小问道。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有些不解。龙南巡说道。楚风若是平庸之辈，我会请他来帮忙吗？
我一开始就告诉你了，他很强，比你找的那2个所谓界灵天才强了不知多少，只是你们不信罢了。他可能出身不高，但天赋极为利奥的，他的本事我是亲眼见过的，这一点不爷爷也曾亲眼目睹。若是不信，你可以问不爷爷。龙小小说道，此子天赋的确超群，日后必然会声名大噪，并且他可不尽界灵之术，强横修武方面的造诣也同样足以震惊世人。龙生部说完此话，也是补充道，不过楚风小友能够掌握比洞察天师还强的力量，的确有些不可思议。不重要了，楚风有何机遇那是他的事情，无论他有何机遇，或者是有怎样的秘密，但今日他救了我们的性命，这却是不争的事实。今日若不是他，我们都要死，甚至他为了救我们也得罪了洞察天师，这份恩情我们不能忘。龙小小说道，公主殿下说的极是。对于龙小小此话，龙生部以及龙南巡还有瑞云长老都是极为赞成。尽管对于楚风还有诸多怀疑，但不可置否的是，无论是龙南巡还是瑞云长老，经过今日之事，对楚风都有了全新的看法。楚风和于婷通过那主阵的力量，很快就来到了轮回上界，而位于轮回上界的这道门，并没有藏在遗迹之内，而是藏在地底深处。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藏在轮回上界的结界门，就在七阳山脉的山脚下。那七阳山脉正是袁术所在之的。果然，牛鼻子前辈都是故意为之，他早就知道汤臣大师就在这里，所以运用那暗黑妖神躯壳的力量，在这里开辟出了一道结界门，就是为了给他行方便。楚风走出自地底走出后，也是感慨不已，尤其是看到七阳山脉，楚风更是有些感慨，毕竟这里也是有着一些回忆的。可是很快，楚风又将目光投向了七阳山脉的上方，他发现在那里竟然有着一辆巨大的战车，那战车极大，上面林立着几十座恢宏的宫殿。如此巨大的战车，则是有着上百只巨兽牵引着，而每一只结界巨兽的身躯都长达1000米。只不过这辆庞然大物乃是运用隐藏结界将其封锁了起来，所以旁人根本看不到它的存在。这也是楚风第一眼并未发现它，反而是刚刚才察觉到它的原因。看到这辆战车，楚风眉头微微皱起，这辆战车极为不凡，说明其主人也是绝顶高手。虽然七阳山脉之下常年居住着来自各方的修武者，但那些修武者明显不能与那辆战车的主人相比，这样的存在，其实力袁术也无法相比。他来此地多半就不是冲着袁术而来，而是冲着袁术的师尊汤臣大师而来，只是是福是祸就难以预料了。楚风的直觉让他觉得事情不简单，而他不想将于婷牵连进去，于是对于婷说道，于婷，你先不要进去了，在这里等我。于婷不傻，他明白楚风的意思，他先是抬头看了一眼虚空之上的战车，这才对楚风点了点头。那你注意安全。于婷并未难为楚风，而是选择在此等待。在于婷应下之后，楚风则是赶忙向七阳山脉之内行去。七阳山脉之内的一座禁地之中，袁术立于此处，但在袁术的对面还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明明是青年模样，却留着一头雪白的长发，面容虽然有些英俊，但却尽显阴险气息，尤其是那双眼睛，一看就不像是好人。而他此时看向袁术的眼神之中，更是充满了挑衅。原来二人正在比拼界灵之术，一攻一守，而发动进攻的乃是袁术。袁术布置的阵法乃是18件兵刃和18件兵刃，个个金光闪闪，长达1000米，正从四面八方不断的攻击着对方的守护结界。对方的守护结界非常简单，不过是一个半透明的光芒球体，护在那名白发男子的周身。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极为不起眼的守护阵法，袁术竟然无可奈何。袁术，时辰到了。忽然，那名男子说道。听闻此话，袁术也是大袖一挥，那立于虚空之上的18件巨大兵器便立刻化作光芒挥散开来。相比于那名男子的气定神闲，此时的袁术则是满头大汗，就连呼吸都变得急促。但袁术看着那名男子，仍是满面笑容。李兄，是我袁术败了。虽刚刚领悟了龙变一重，但显然还是不如李兄精湛。袁术对其说道。袁术，别这么快就认输啊！说好一攻一守，相互转换。第一轮你攻我守，现在应该轮到我了。那名白发男子说道。李兄，我自认不是你的对手，还有必要继续吗？袁术问道。当然有必要，我其实专修守护结界，攻杀结界也是不强，所以袁术兄，你不必太过惧怕。也许我根本无法破开你的守护结界，今日切磋不过是平手而已。况且，就算你挡不住我的攻势，我也会及时收手，不会伤你的。何况规矩就是规矩，总要遵守啊。那白发男子说道。不过是简单切磋而已，没必要这般计较吧？袁术笑道。忽然，一道冷哼响起，原来在二人对决的远处还立着一道身影，和是一名老者。但这名老者与那名白发男子却有些相反。这名老者满面皱纹，从他的面容就看得出来，他的年龄极大。可是偏偏这名老者却留着一头乌黑的长发。老者身材高大，远非常人可比，身高近有10米，宛如一个小型巨人，并且他身材壮硕，尽管穿着衣衫，却也能够看到他肌肉的轮廓。最重要的是，这名老者凶神恶煞，尤其那一道剑眉更显凶狠。眼下这名老者立于远处，双手环于胸前，用那鄙夷的目光打量着袁术。汤臣当年可是与我说，他精心寻找的弟子，天赋不在悟道圣尊之弟子吕介之下。今日一见，不仅界灵之术不够精湛，这胆量竟也是出奇的小。若此弱者，看来汤臣这一次是真的走了眼呢。那黑发老者声音如雷，讽刺至极，落入袁术耳中，更是怒火翻腾。紧接着，袁术便开始布阵。短短一盏茶的时间，一座精湛的守护大阵已是立于他的周身。李兄，来吧！
袁术说此话的时候，就连目光都发生了变化。相比于先前，他变得更加认真。相比于那白发男子布置的守护阵法，袁术这座守护阵法可就要讲究的多了。这座守护阵法也是半透明的，但极为雄伟，乃是一个宫殿。宫殿四周皆是盘坐一只玄武兽，威风凛凛，霸气非凡，扑面而来的气息便是坚不可摧，花里胡哨。然而，面对袁术布置的守护阵法，那白发男子却是轻蔑的一笑。随后，他便开始布置阵法。很快，在他的面前便凝聚出一把金色的长剑，但这把剑长度不过1米有余，虽然看上去非常精致，但相比于先前袁术布置的攻杀大阵，从威势上来看，简直相差了不知多少。并且，这白发男子布阵时间比袁术要快。结界之术比拼布阵时间是有规定的，而往往只要不超出这个规定时间，就都是可以的。所以，为了尽善尽美，往往戒灵师都会在规定的时间内尽量布置。但这白发男子竟然却没有这样做，他选择提前完成阵法，这等行为简直就是不将袁术放在眼里。而突然间，那白发男子出手了。只是他这一出手，才发现他手中的金色长剑并不简单。那金色长剑开始变化，眨眼间化成上万把金色的长剑，上万把金剑飞在虚空之上，遮天蔽日，如箭雨一般，密密麻麻的向袁术攻击而去。那剑雨攻势之强，不过眨眼之间，袁术就出现难以支撑之势。怎么会如此之强？袁术满眼金色，明明他已经领悟了龙变异虫，就算不如对方熟练，但也不至于差距如此之大吧？可袁术还来不及多想，他的守护结界便已开始出现裂痕。李兄，是我败了。袁术自知继续支撑已是没有必要，于是直接开口认输。可听闻袁术的话后，那白发男子却是冷然一笑，他不仅没有停手的打算，反而是攻势更加凶猛。很快，袁术的守护阵法便被彻底洞穿，而那金色剑雨也是以围攻之势向袁术攻击而去。不过，那金色剑雨还未攻击到袁术，便粉碎开来。那白发男子的攻杀大阵被破了。见此一幕，白发男子露出不悦之色。袁术，说好的结界对决，不动用武力的，你这是何意？那白发男子凝声问道。是老夫动用的武力。忽然，一道声音响起，紧接着一道身影也是落在了袁术的身旁。而这位正是袁术的师尊汤臣大师。师尊，您回来了。见到汤臣大师，袁术意外的同时，却又一脸的羞愧，因为他知道对方是何身份。那黑发老者名为玉兽尊师，他不仅是一位至尊巅峰的高手，还是整个圣光天河大名鼎鼎的戒灵师。至于那白发男子，名为李风雪，乃是玉兽尊师的闭门弟子。玉兽尊师与汤臣大师乃是老相识，而李风雪与袁术又年龄相仿。这场戒灵之术的对决，袁术的失败不仅丢的是自己的人，更是丢了他师尊汤臣大师的人。而偏偏他的师尊又非常爱面子，这让袁术非常的害怕，既觉得对不起他师尊，也害怕他师尊的责罚。袁术，你没事吧？然而令袁术意外的是，向来注重面子且极为严厉的汤臣大师不仅没有责怪自己，反而是非常关心自己。师尊，弟子没事。袁术回道。没事就好。汤臣大师点了点头，随后看向了那玉兽尊师。玉兽，你这弟子是耳朵有问题吗？难道他没有听到袁术的认输？汤臣大师的语气甚是不好。汤臣，何必如此护着你这弟子？我徒儿心中有数，定然不会伤到你的爱徒。话到此处，那玉兽尊师又看向了李风雪。我说的对吧？风雪，师尊说的极是，弟子自然不会真的伤害袁术兄。破阵之后，弟子已是打算收手。汤臣前辈是误会弟子的用意了。那李风雪对其师尊说话之时，竟然先是施以一礼，看上去极为注重礼节。可是明明先前他称袁术都是直呼姓名，连这个兄字的敬称都是汤臣大师出现之后他才开口。由此可以看出，这李风雪是一个真正的伪君子。真是什么样的师尊，就有什么样的弟子。汤臣大师冷笑一声，他不仅不认可那李风雪的话，反而讽刺起这对师徒两个。那是当然，我的弟子胜过你的弟子，这似乎也证明了你与我的差距。那玉兽尊师得意的笑着。听闻此话，汤臣大师的脸色也是变得难看起来，因为他与玉兽尊师本就有些不太对付，今日弟子的失败的确让他感觉难堪。大人，修罗少侠求见。可就在这时，结界之外却传来了七阳山脉长老的声音。修罗。听闻修罗二字，袁术则是看向了汤臣大师。他自然知道修罗就是楚风，只是在此之前楚风已经来过这里，但汤臣大师都是不肯露面的，不愿意见楚风，所以袁术才看向汤臣大师。见不见楚风，要听从他师尊的意思。哪来的狗屁少侠，让他赶紧滚蛋！那等弱者不配见到我等真身。然而还不待汤臣大师开口，那玉兽尊师便说话了。玉兽，这里乃是老夫弟子的地盘，谁能进来，谁不能进来，可是要由老夫弟子说了算。汤臣大师说完此话，便对袁术说道：让他进来吧。师尊，当真吗？袁术有些犹豫，他知道他师尊本是不想让楚风进来的，此时愿意让楚风进来，完全是与那玉兽尊师斗气而已。让他进来。汤臣大师以肯定的语气说道：弟子明白。袁术说话间便走出了结界之外，过了一会之后才进入此地。再度回来之时，不仅袁术的身后，楚风也是跟同了进来。晚辈楚风拜见汤臣大师。楚风已经从袁术那里得知汤臣大师在这里，出于敬意，他没有伪装面容，而是用真容相见。不是修罗吗？怎么又来了个楚风？袁术兄，你的朋友都是这么装神弄鬼的吗？那李风雪讽刺地对袁术说道。他已经大概猜到修罗不过是楚风的假名而已，但他却连看都不看楚风一眼，就宛如楚风根本不配入他的眼睛一般。楚风打量了一眼李风雪和玉兽尊师，什么话都没有说，也没有施以礼节，因为楚风已经从袁术那里
知道了事情大概的经过。虽然知道那玉兽尊师和李风雪来头不小，可根据楚风的判断，他们乃是来者不善。对于这种人，楚风自然没必要客气。至于那玉兽尊师，与他的弟子一样，根本就没有将楚风放在眼里，就当做楚风没有出现一样，而是看向汤臣大师。汤臣，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弟子之间的切磋，胜负已分。而按照当初的约定，既然是你败了，你可就要拿出那张远古灵域的残图了。玉兽尊师说道。远古灵域的残图。听闻此话，袁术顿时脸色大变。他很清楚，那远古灵域的残图代表着什么，那是他师尊极为重要之物。而他与李风雪的切磋，不就是简单的切磋吗？怎么会有那般贵重之物？当做赌注，这该不会是真的吧？